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Instagram。大家经营社交媒体，我相信最看重的还是粉丝的数量。如果你的粉丝多，首先你看得开心，第二也就证明了你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，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成为你的粉丝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从零开始，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账户的存在，我们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帮助我们涨粉？当然，这里我说的是自然涨粉，而不是要求你去买粉丝或者是互粉。这里我为什么这么重视自然涨粉？因为我们经营 Instagram 的目的就是去吸引流量，以便我们能够在之后把这些流量转化成我们的客户，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总结了10个方法和策略，来帮助我们的 Instagram 账户有机涨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的内容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首先第一点，找准主题和定位针对人群。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听过我在讲关于 YouTube 的影片里面有经常说到这个策略。其实如果你想要利用社交媒体来发展你的网络事业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找准你的主题以及定位你的针对人群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主题，你不知道你的针对人群，那么你怎么会知道你要创作什么样的内容？你怎么知道你的针对人群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他们需要什么？所以你要定位你的针对人群，他们会利用社交媒体做什么样的事情？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？他们平时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？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法？第二点，提供解决方法。利用社交媒体创业，我们要始终提醒自己，我们做的事业要始终为某一类人提供解决方法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。这就是你的 offer。你的 offer 要简单明了，要非常容易的明白。观众不需要很多思考，就能够从你的信息里面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。例如，你帮助肥胖人减肥，你提供各种简单易操作的菜谱，你提供各种网络创业的心得和方法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某一类人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才能传递出我们的信息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offer， 那我们应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 offer 呢？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贴文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。如果你是想利用 Instagram 来推销你的商品，你不能你的每一个贴文都是在推广你的商品。第一次来到你 Instagram 页面的人是不喜欢这样的账户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例如你有一个专门出售蜡烛的网店，你的蜡烛可以使房子变得更温馨，让房子充满香气，使住在里面的人心情变得更好。那么你的贴文就可以给出一些小提示，例如如何让房子变得更温馨，如何利用气味来缓解焦虑，让自己的心情变好。你的贴文内容都是围绕同样的主题而展开的。同时我们要注意 Instagram 是特别注重视觉体验的平台，我们不要以为只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就够了。如果你的贴文不够抢眼，是很难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人们在一个贴文上停留的时间不到1秒，所以如果你的贴文不够抢眼，颜色不够突出，是很难吸引到观众的。观众会直接跳过你的贴文。我们要保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，同时利用好看的图片来吸引眼球。第四点，尝试不同形式的内容。如果你之前只是上传图片，你可以尝试上传影片，你可以利用 IG 的限时动态，可以利用 IG 的 Reels 或者是 IGTV， 通过不同形式的内容，你可以吸引到来自不同渠道的观众。你也会知道利用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曝光量，来吸引到更多的粉丝。第五点，保持持续性。我知道我在讲关于 YouTube 的影片里面有反复强调这个策略。如果你想要在社交媒体上成长，你就必须要保持持续性。你要证明给你的粉丝，你是一直存在的，你是一直会给他们提供价值的。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更新频率，例如1周2次、1周3次、1周4次，质量高于数量永远是前提。以这个为前提，如果你更新的越频繁，你获得的曝光量就越多，你能够吸引越多的粉丝。这里给大家用一个假设作为例子，如果一个贴文有500个曝光量，并且20%的曝光量会转化成你的粉丝，那么就是100个粉丝。假设你1周更新7次，那么在1年之后，你就会获得36400个粉丝。如果你1周更新3次，那么1年之后，你就会获得15600个粉丝。两种的更新频率差了20800个粉丝，所以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，更新越频繁是越好的。第六点，注重粉丝互动。别忘了 Instagram 是个社交平台，所以我们要与粉丝建立联系。你要回复他们的评论，你要回复他们的 DM， 你要把你的粉丝放到第一位。当你越在乎他们时，他们就会越珍惜你提供的价值，他们会点赞你的内容，分享你的内容给同样需要的人，这样你就会慢慢经营起一个你的粉丝群体，
帮助你发展的网络事业。第7点，使用正确的标签。标签非常重要，有没有使用正确的标签，能够决定你的贴文获得多少的曝光度。同时，不是填几个标签就够了，标签的使用上也是有很多策略的。标签有不同大小容量，如果你都是使用几十万、几百万那些大容量的标签，那么就证明有几十万、几百万的人在同时使用这个标签，那么你发的贴文就会一下子淹没在其他人的贴文里。所以我们要配合上大容量、中等容量以及小容量的标签，这样才会最大化我们贴文的曝光度。第8点，越多人分享就代表着越多的曝光度。例如，如果有人分享你的现实动态，那么他的粉丝也就间接认识到了你，他们也会好奇你的内容，如果他们喜欢你的内容，就会追踪你的账户。所以我们要尽量制作出可分享的内容。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方法来帮助你制作出可分享的内容。第一个方法，制作视觉上吸引人的内容。如果你的图是传递信息的，那么就不要在一张图里面放出一大段的信息，这样观众会看得很难受。我们可以把这一大段的信息分成几个要点，分成不一样的图，这些图里面再配合上颜色的装饰，再配合上图案的装饰，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吸引到观众的注意，也能够更方便的观众阅读。第二个方法，制作有价值的内容。人们只会分享他们认为有价值或者能够提供给他人有价值的内容，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制作贴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的这个贴文是否能够提供给他人价值，是否能够值得他们去分享这个贴文，这些内容是否是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信息，这样的内容才是人们想要分享的内容。第三个方法，你的内容是很重要的信息。人们会分享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信息，因为内容的重要性，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周边的人也知道这个内容。第9点，注重正确的指标。我知道大家最注重的还是粉丝量以及点赞数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利用 Instagram 来帮助你网络创业，你就更应该注重其他更重要的指标。第一个指标，分享。越多的分享就代表着越多的曝光量，并且这些曝光量会有一部分转化成为你的粉丝。第二个指标，保存。人们之所以会保存某一些内容，就证明了这些内容能够给他们提供价值，他们会反复回来看，这是对你的内容的最大肯定。第3个指标，销售转化率。如果你有很多粉丝，你也有很多赞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购买你的产品，那么就证明你走错了路线，你使用了错误的策略。第10点，保持耐心。经营社交媒体需要你有足够耐心，以及不断的投入时间和精力。这一点，我相信很多正在做 YouTube 频道的人深有体会。你不能指望你的频道在一夜之间就能够增长几万的粉丝，你能够做的是使用正确的方法，执行正确的策略，奠定好基础，保持耐心，你的粉丝量一定会有不错的增长。经营 Instagram 不是你随便发几张图就有人来追踪你，你需要花时间去研究，去使用正确的方法，才会达到你想要的目标。希望这期影片提供的10个方法，能够帮助你利用正确的方式来帮助你涨粉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对你们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社交媒体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为每周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